小艾老师，我超阴的，何谓风格？欧罗贵，你在剧中死得很惨还好啦 ，OK 的啦。我是壮烈牺牲呢，这样剧才好看。哦，那你知道我是谁？谁？江肥鸟。江肥鸟。你知道为什么我叫肥鸟吗？为什么？因为鸟很。我跟你说，我们那个什么平喷高光阴影啊，示范太多次了。哦。今天我们来挑战不一样的。好啊，就是看这何惠多帅啊，对不对？帅，他涂出来就北北哈，然后各种颜色，对啊。今天呢，我们就把这盒命运钢弹涂装成何惠这个样子，由我江肥鸟发包给欧鲁飞。我不会，你不会？不会啊，我打给黄大河一下。哦。Kia 哥哦，好不好？你老婆借用一下哈。哦，随便啦，拿去啦。又剩我一个人。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这里干嘛？拖地啊。还不错，还不错，这个脸有中，但是阿志你在干嘛？我看傻眼了。为什么有地面就爱呢？一定有，一定有人关注着你，爱着你。就算现在没有，以后一定也会有。哎呀，我演不下去了，我超晕的。小艾老师拉着我的手，小艾老师，我已经用完了，前置作业都处理完了。啊，这次怎么这么快？这次，等一下，
怎么那么快？因为这一次它是比较小支 HG 啊，以往的前置作业做完之后，我还喷了底漆补土，因为底漆补土我用了ZN00的喷笔啊，有换成大喷杯啊，因为要换大喷杯是因为我喷补土的时候都是同个颜色，啊，换成大喷杯就不用一直倒补土，可以一次喷到底。所以可以做这么快，是因为用了大喷杯。对啊，一次全部喷好喷满。可是我上次被呛平喷王，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平喷的天花板。我这一次不想平喷了，我想要做一些颜色变化，我想做跟何谓一样，那种颜色渐层超级多那种啊。对，所以我想请小艾老师来教我们要怎么涂装这种方式。那或许我们可以来试试看何谓的风格。何谓风格？这不是超难的吗？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挑战看看。哦，好。Go！小艾老师，嗨，小艾老师。你怎么在这里？我现在想看你涂装涂的如何啊？吓死我了！你干嘛这么急呀？Tonight, didn't think I would get home. You reel me in without a fight, now floating in the air. When you're looking at me, baby, all this isn't fair. Getting closer, get closer to you. 입술을 깨문 네 모습 보면 내 심장 더 부담 뛰게 해. 회사 따위 필요도 올라가는 템포 그냥 이대로 가면 vibe check. 밤이 끝나기 전까지 내 곁에까지 있어줘. 본능적으로 up, let's get down right now. 머리부터 발끝까지 다 원해 너도 알잖아. Got a million reasons why you're on my mind right now. 머리부터 발끝까지 다 원해 너도 알잖아. Got a million reasons why you're on my mind. I need you.
的超级帅的，和绘风格哎，我都没想到可以完成这样的作品。拉克哎，你觉得钢弹好玩吗？还好。还好，为什么？你说好玩，我们会继续发包给你吗？对，我就是怕这样。哦，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画命运钢弹这段时间，对，我每天晚上睡觉做梦，都梦到我在画命运钢弹那个该死的渐层。哇，这么有心，连做梦都在画耶！这样代表他超爱画钢弹的。要不要再准备下一支给小艾老师？你要不要？点头了，点头了。你要不要慢一点？你会不会约女孩子啊？哦，好了，那下次我们慢一点再约，就给那个1:60的。好，小艾老师不开玩笑了，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做了什么处理。像前面也是一样，剪零件啊，剪汤口啊，打磨啊，打磨分模线，还有刻线加深。之后因为这支会要做这种光影，所以整支喷了深灰色的底漆补涂。之后接下来就转给小艾老师的图，转给小艾老师图，该死的渐层。你那个卡痰是怎样？会紧张啊。小老师，你刚刚有一个话对阿志讲是讲什么？哦，就是之后记得汤口要修干净。我修得很干净啊。我有看到汤口，我才会这样跟你讲啊，代表没有修干净。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会没修？好心提醒你，以后要注意你对得起你发包的品质吗？跟女孩子讲话不要狡辩，不要狡辩。好，对我没修到。Game over。那因为这次使用到的颜料有很多是共用色，就是可能同一罐颜料它在不同的地方都会用到这一罐，所以我们简单介绍，我们就针对比较显眼的头部跟翅膀来介绍好了。那首先头部的话，因为它的机体主要颜色是白色，对，我特别选了一个比较浅的灰色去做它的主色。会选灰色是因为无论它要往更亮的白色，或者是更暗的深灰色或者是黑色去拉暗拉亮，它都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对，所以我会选一个灰色当做一个中间色，这样我们比较好去做明暗的表现。这是它主要的颜色。那接下来还有它头上2根天线，因为它是比较属于黄铜色或金色系，所以它用到的颜色可能会比较多。光是这个天线就用了4个颜料，对，4个颜色。因为Ologui这次它选的补土呢是比较细致的补土，所以我喷的比较细致，好不好？不要吵，不要吵，闭嘴。好，闭嘴。所以这次我特别都是以选用底漆为主，因为它的遮盖力跟咬色力比较好。对。我怎么分辨它是底漆？底漆的话，来我们看一下。只要你看到它的包装外面有一个名字，前面有个红色的框框，下面有写 base 的，这个都是底漆。那底漆的遮盖力跟咬色力比较好，即便它是用了比较细的补土，它也能够均匀的涂在模型上面。在画完主要的浅灰底色之后呢，我会根据它的比较亮或比较暗的部位去做混色。想要比较亮的灰色，我会加入白色去混色，就会有比较浅亮的灰色去做亮的部分。想要比较暗的灰色，就会加入黑色去混色，就会变成比较暗的灰色。透过浅的、正常的以及暗的灰色去做色块的打稿。就像在模型上打草稿一样，先稍微简单区分一下它的明暗。是不是听懂了？还是手没有懂？没有懂。通常学东西都是这样，头脑懂，眼睛懂了，手不会懂。那在我们打完草稿之后呢，就接着使用像是素描的手法来缩小这些色块之间的距离，这样子头部就差不多完成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应该很困难。但是这个翅膀的明亮度也超赞的，这是怎么涂的呢？那翅膀部分呢，首先我们会先把翅膀的2个主色先分出来。那涂完2个主色之后呢，会使用这种叫 layer 的颜料，透过它遮盖力比较没有那么好、比较稀的性质去做藏色。接下来薄薄的盖上一层底漆，它就会让整体颜色比较有层次感。这些前置作业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比较浅的颜色，像浅灰色，来打高光的草稿。哇，
所以那些亮亮的地方都是那个浅灰色。对，没错。我在拍的时候，他一开始涂上去蛮恐怖的。哦，对啊，因为我一开始涂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但是后面都会做什么修饰，把它揉掉。对，它都揉完之后你就发现就占了。对，就占了。不是大拇指就是一定是大拇指了。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些冲三小啊。对啊，那我现在在涂微缩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就这样，这些冲三小啊。德龙，你看，经由我的白知识有没有更像？超废，超废，不是我涂，我只是负责白知识。那真的很厉害。如果平常我是没办法涂出这样啊，经过刚才小艾老师的讲解。虽然听得懂，但是手可能要真的就是要多尝试，不是说上个1-2次课就会，就是你上完你要尝试一直去练。因为我最近也都在一直练，但是练到还有点瓶颈，所以大家想要继续看小艾老师来，就要多多买 GW 的颜料跟 NAD 的工具，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继续邀请小艾老师来我们频道指导我们笔图的技巧。所以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帮我们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好，开始吧。啊，什么？开始啊？等一下啦。我觉得小艾老师要训练一下白知识。哇，不愧是超越调整者的种族哎，协调者。哇，我也是协调者哎。不过你挂了。哦，好吧。然后人家那个拉克是这样一挥。你们有拍那个小艾老师掉到驾驶舱的那个画面吗？没有，赶快补啊！大家都在等这一幕啊！天啊，要解释怎么画这只，其实真的有点难哎。这个解释我跟你讲，我也很难，因为平常都是做一做都不用讲解啊，就我来这里的时候也是都要。不是，是因为我在家里的调色盘是。很可怕的，对，但是那个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跟观众说明到底是可怕成什么程度。但是我觉得对于观众或是很多对笔图有兴趣的玩家来说，他想要精进自己的能力，想要学习怎么去画成这个样子的话，现在坊间其实有蛮多老师开始出来上笔图的课程。对，如果对于笔图有兴趣的玩家，我非常推荐你们可以多去上课学习，因为直接有老师指导示范的话，在你学习上会差蛮多的。对，那要去哪里可以去上小艾老师的课啊？不用啊，就看 MAD 的频道就好啦，或者是可以期待哪一天阿志还会来发报。为什么你要抖嘞？不是用期待这个词。期待哇。